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之道，我是老蔡。今天咱们要聊一个非常严肃，而且跟每一位在美生活的华人朋友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，钱包息息相关的话题。您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您去银行取自己的钱，柜员非但不给取，还能直接把您的账户给锁上3个月？这不是天方夜谭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美国银行业的监管风向已经变了，一套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极其严苛的财务监控体系正在全速运转。您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，就可能触发长达90天的账户冻结，让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汗钱一分也动不了。在正式拆解这个让无数家庭措手不及的陷阱之前，老蔡必须提醒各位，现在的世道，信息差直接决定了您的财富安全。您知不知道这些内幕？懂不懂得里面的门道？结果可能是天壤之别。所以请您务必现在就点击订阅健康之道，再点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老蔡每次带来的这些保命又保财的紧要提醒，您就绝对不会错过了。咱们这个频道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里为您拨开迷雾，守住健康，也守住财富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，老蔡，你是不是在吓唬人？美国不是最保护私有财产的地方吗？银行凭什么不让我动我自己的钱？我告诉您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现在的法律和银行操作早已不是我们过去的认知了。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套披着保护外衣，实则进行全方位监控的复杂体系。其中最核心的一部法律就是2018年通过，并且在最近1-2年被各大银行发挥到极致的高级安全法案，英文叫 Senior Safe Act。 这部法律当初听起来特别美好，说是为了保护老年人，防止他们被金融诈骗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电信诈骗。但它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给了银行一线员工，就是柜员、客户经理这些人一把尚方宝剑，叫做豁免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只要银行员工主观上怀疑您可能正在被骗，他就可以合法合规的当场终止您的交易，甚至冻结账户。更气人的是，就算最后证明他是错的，是一场误会，您也没法去起诉银行或者这个员工，要求他们赔偿，因为这90天冻结给您带来的任何经济损失，他们完全不用担责。在这种宁可错拦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的银行内部文化下，柜员不再仅仅是服务人员，他们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监控我们钱包的第一道哨兵。尤其是对我们华人老人家，因为语言沟通不是那么顺畅，或者因为咱们传统文化里讲究财不露白，不太愿意跟外人详细解释钱的用途，这种正常的谨慎，在银行经过培训的员工眼里，很容易就被标记为被洗脑、神志不清或者受人胁迫的典型迹象。比如说，当柜员问您，阿姨，您取这几万现金是要做什么呀？如果您回答的有点犹豫，或者觉得他问太多而表现出一点不耐烦，那个后台的账户锁定程序可能悄无声息的就启动了。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举动是那个最致命的导火索呢？老蔡研究了大量真实案例后发现，最危险的组合往往是您在柜台前表现出的神色慌张，再加上您要办理的业务是打破常规的资金流向。咱们来想象一个非常真实的场景，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在国内的老姐妹重病急需手术费，或者您在美国的孩子遇到点麻烦，需要一笔紧急的保释金，又或者您只是听朋友说有个不错的投资机会，您心里一急，拿着手机一边看信息，一边就匆匆赶到了银行。到了柜台，您要求立刻取出3万美元现金，或者要求给一个从来没交易过的陌生账户汇去一大笔钱。这个时候，您脸上那种焦急不安的神情，在受过训练的银行柜员看来，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诈骗受害者特征。根据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一条重要准则，只要银行有理由怀疑您存在被金融剥削的风险，他们就可以单方面冻结您账户里资金的流出。一开始可能是15个工作日，如果他们的内部调查员觉得还没搞清楚，或者他们把事情通报给了当地的警察局和那个成人保护服务中心，这个冻结期就会像橡皮筋一样被拉长。在很多州，法律允许他们延长到30天，甚至90天，整整3个月。在这90天里，您的钱就像被锁进了一个保险箱，但钥匙在别人手里。
您可能没法按时交房产税，没法支付看病的账单，甚至连日常买菜都可能成问题。这种自己对自己的财产失去控制权的委屈和愤怒，很多经历过的老人家跟我说，那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现在的银行风控早就不是单纯靠人工判断了，它已经进化到了 AI 大数据画像的时代。银行的电脑系统里安静地记录着您过去10年、20年的消费习惯。如果您平时每个月就是取个几百块钱现金，用于日常开销，偶尔往上付个账单，那么系统早就给您画好了一个行为画像。突然某一天，这个画像被打破了，您要转账5万美元给一个自称是某投资公司的账户，系统的后台瞬间就会跳起红色警报。这时候，柜员不仅要问您问题，他还会仔细观察您的眼神、您的小动作，看您身边有没有陪着陌生人。如果您是和一个银行从未见过的所谓的新朋友或远房亲戚一起来，而且在办理过程中，您总是下意识地看向那个人，好像要征得他的同意似的，那么老蔡告诉您，这个账户被当场封锁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这种所谓父权式的保护，对我们这些勤劳了一辈子、习惯了自己规划财务的老华侨来说，实在是一种深深的冒犯。很多老人家跟我诉苦，蔡老师，我活了70-80年，难道我自己的钱该怎么花，我自己还没数吗？但很遗憾，在美国银行的制度设定里，一旦年龄过了65岁，您就会被系统自动标记为脆弱受众。而在许多银行的内部培训材料里，华人社群因为一些我们的文化习惯，比如喜欢存现金，倾向于用现金完成私人间的交易，帮助亲友换汇等等，这些在我们看来无比正常的事情，在他们的风险模型里却被视作潜在的红旗警示信号，是洗钱或被骗的高风险特征。当您试图向他们解释这笔钱是给孙子存的大学基金，或者是寄回老家给亲戚的救急钱时，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上的隔阂，您的解释有时候反而会越描越黑，甚至可能被他们上报到国税局，引来另一场税务审查的麻烦。更让人感到无助和愤怒的是，一旦您的账户进入了这个冻结调查程序，因为事情被归类到了反洗钱和老年人保护的范畴，银行是受到法律盾牌保护的，他们可以拒绝向您提供调查的细节。您每天去银行问，得到的答复可能永远是正在调查中，请耐心等待，或者给您一封格式化的信，就让您回家等。这种石沉大海、完全被动的感觉，对于急等钱用的家庭来说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。老蔡就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为了给在外州买房的儿子凑一笔首付，想去取出存在银行几十年的定期存款，就因为老先生在柜台时显得比较着急，顺口说了一句，这是笔紧急的法律相关费用，柜员立刻警觉起来，账户随即被冻结。结果3个月后，钱倒是解冻了，但买房的时机早已错过，定金也损失了。老先生为此又急又气，身体都垮了。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，它正在不断发生。这种现象的背后，其实是整个美国银行业风险厌恶心态的极致表现。银行最怕的是什么？是万一他们让您把这笔钱取走了，之后您发现自己真的被骗了，反过来起诉银行，说他们没有尽到提醒和保护您的责任。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法律麻烦和赔偿风险，银行选择了对他们自己最省事、成本最低的方式，那就是先拦住您再说，哪怕这意味着会给您带来巨大的不便和损失。我们再来深入看看这个90天到底是怎么来的。通常，银行会先动用他们那15个工作日的内部行政权力，在这段时间里，银行的合规部门会像侦探一样翻看您的交易历史，分析这笔钱的来源和去向。如果他们发现收款方是一个近期被投诉较多的账户，或者关联到加密货币平台这类他们眼中的高风险领域，他们就会觉得案情重大。这时，他们通常会主动联系当地的警察局或社会服务机构。一旦这些外部政府机构介入了，冻结令的时钟就会被重置，并依法获得延长。而问题在于，这些政府部门往往人手不足，案件堆积如山，您的申请材料很可能就在某个办事员的办公桌上静静地躺上2个月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您作为这笔钱的合法主人，却几乎没有知情权和催促权，只能无奈地等待。这种权利上的绝对不对等，正是我们需要看清的现实。那么，
面对如此严苛的环境，我们这些在美国安度晚年的朋友们就只能坐以待毙吗？难道要把钱都取出来藏在家里？那更危险，不但容易招惹盗贼，还会引起国税局的特别注意。老蔡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招优雅取钱、安全过关的实战心法。首先，也是最核心的一点，叫做情绪管理。您去银行办理大额业务时，不管心里有多着急，表面上一定要修炼的云淡风轻，要从容不迫，让柜员感觉到这笔支出是您深思熟虑后的计划，而不是被某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催着办的。切记，不要在柜台前不停地看手机，不要坐立不安，更不要流露出焦虑或慌张的神情。您要展现出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，像一个精明的管家，而不是一个慌乱的受害者。其次，要学会提前预约和证据准备。如果您计划明天提取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，或者进行一笔大额转账，不妨今天就给您的客户经理打个电话告知一下，或者在网银上做个预约。到了柜台，如果取钱是为了给孙子交学费，您就把学校的缴费通知打印出来带上。如果是支付购房的首付，就把房屋买卖经纪人或者过户公司发来的文件准备好。当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明摆在柜员面前时，即便电脑系统亮了红灯，负责人工审核的经理也会因为您材料齐全、目的明确而大大降低怀疑，加快处理速度。您要通过每一次规范、透明的交易，在银行那里为自己建立一个头脑清醒、财务自律的可靠形象，这叫做积累您的信用画像。第三点，老蔡强烈建议每一位年过60的朋友都在您的银行账户里设置一个信任联系人。这看起来好像是银行在多管闲事，但在关键时刻，这能成为您的救命通道。这个联系人最好是您的成年子女，或者是您绝对信赖的律师、会计师等专业人士。它的作用是，当银行对您的某笔交易产生严重怀疑，但又联系不上您，或者感觉您通话时支支吾吾，像受到胁迫时，他们有权联系这个您事先指定的人来核实情况。如果您的子女能第一时间向银行证明，是的，这笔钱是我们全家商量好的，用途正当，那么那个可怕的90天冻结很可能在几小时内就会被撤销。很多人因为隐私或家庭原因不愿意设这个联系人，但老蔡必须告诉您，在2026年的金融环境下，这已经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安全防线。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陷阱，是关于取现理由的表述。很多朋友被问到取这么多现金做什么时，会下意识地回答我要去投资，或者借给朋友周转。老蔡提醒您，在现在的银行风控词典里，这两个答案是高危词汇。说投资他们会立刻联想到非法集资或庞氏骗局，说借给朋友他们会怀疑您在从事地下换汇或洗钱。最稳妥、最不会引发额外审查的回答，应该是用于家庭日常开销和应急储备，准备给家人的现金礼物或者个人生活用途。同时，尽量不要让您的账户长期处于睡眠状态，平时就用它进行一些正常的小额的消费和转账，让银行的 AI 系统熟悉您的资金流动模式。如果一个账户好几年只有进账没有支出，突然要提现一大笔，那不查您查谁呢？我们要看明白，银行之所以采取如此激进的做法，除了法律压力，背后还有一套冷酷的商业成本计算。处理一桩客户被骗后的纠纷和索赔，对银行来说耗时耗力，法律成本很高。相比之下，事先冻结账户进行调查，对他们来说成本极低，责任极小，而且资金多留在银行体系内一天，他们还能多赚一点利息。这就是资本的逻辑。作为生活在这个体系中的华人，我们抱怨没有用，我们必须学会读懂规则，甚至利用规则来保护自己。老蔡一直说，咱们要活得明白，活得通透，不能辛劳一生攒下的积蓄，到了银行面前，反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取钱还要看人脸色的受气包。在这个连现金使用都受到严格管控的数字时代，银行网点越来越少，人性化的服务日益稀缺，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算法和风险评分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做好财务的流动性安排，践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古训。您的资产最好不要集中在一家银行，可以考虑在2到3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开户，甚至分散在不同的城市。
这样万一其中一个账户被误伤冻结，您还有其他账户的资金可以维持生活，不至于瞬间陷入绝境。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风险对冲策略。同时，大家要了解大额现金交易报告这个机制。按规定，单笔存款或取款超过1万美元，银行必须向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报备，这是正常程序，不必害怕。但您千万不要为了规避这个报告而故意每次取9900美元。这种刻意拆分交易的行为，在银行和监管机构眼里，是比单纯大额交易更可疑、更严重的违规信号，可能引来更严厉的调查。所以，只要是合法收入，坦坦荡荡的取，规规矩矩的报，咱们深圳不怕影子斜。在这里，老蔡也想特别对那些身在国内但父母在美国养老的子女们说几句，一定要多和父母沟通这些新的金融规则和潜在风险。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，看到账户里的钱动不了，那种焦虑和无力感是非常伤身的。你们要帮助父母提前在银行设置好信任联系人、受益人，耐心教他们如何与银行人员进行有效、清晰的沟通。我们华人家庭的财富安全需要2代人共同努力来守护。很多时候，老人的固执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外面世界规则的变化。你们作为子女，就是他们最好的信息桥梁和翻译官。我们要认识到，这种老人监控令并非孤立事件，它是整个社会迈向全方位数字化治理和监管的一个缩影。它打着为你好的旗帜，却在事实上收紧了个人对自身财产的支配自由。作为老蔡，我见过太多的风雨，也最不忍心看到咱们普通老百姓因为不了解几条法律条文，因为一时沟通不畅，就让本该安稳的晚年陷入困境。所以，我们必须主动学习，掌握话语权。我们要让银行系统看到，我们不仅拥有财富，更拥有保护财富的智慧和能力。在接下来的节目里，老蔡会持续为大家追踪2026年美国各大银行最新的风控动态。我们会分析那些账户被无故冻结的案例，也会分享成功解封的经验，把这些最前沿、最硬核的财富保全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大家。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属于华人自己的信息互助网络，让所有人都能更有底气地守护自己的劳动成果。资产的安全是晚年幸福生活的基石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与其焦虑，不如行动。从今天起，就去检查一下您的银行账户设置，添加上信任联系人，梳理一下大额资金的流动理由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防护措施。我们尤其要警惕那些专门针对华人长辈设计的诈骗套路，因为一旦上当，不仅损失钱财，还可能导致您的信用和账户进入银行的黑名单，那才是真正的雪上加霜。防诈骗和防银行误动本质是一体两面，都是为了把钱牢牢守在自己的口袋里。老蔡教大家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凡是接到任何涉及大额转账要求的电话，无论对方说的多么紧急，挂掉电话后，一定要亲自主动的给您的子女或最信任的家人打一个视频电话确认。只要亲眼看到人，亲耳听到声音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千万不要在那种紧张、焦虑的情绪驱使下，独自跑去银行办理业务，那常常是麻烦的开始。另外，再跟大家提一个很多朋友忽略的高级工具——生前信托。您可能会觉得信托是有钱人才弄的，跟银行取钱没关系。其实不然，如果您把主要的银行账户置于一个合法的生前信托名下，银行看待您这笔钱的角度会发生微妙变化。因为信托意味着您的财务安排是经过专业法律规划的，您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被影响的孤立个体，而是有明确法律架构保护的信托设立人。在银行风控部门眼里，这类账户的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更高，无形中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嫌疑。虽然设立信托需要一些前期费用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可能是为您规避巨大麻烦、守住毕生积蓄的一把秘密钥匙。在银行被年轻柜员反复盘问，感到不被尊重，这种憋屈老蔡非常理解。但咱们目标是把事办成，保障资金安全，切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若因不满而突然销户并大额转款，反而可能触发资金异常外流警报，引来更严审查。即便调整账户，也建议分批操作，循序渐进。2026年，老蔡愿大家平安康泰，不仅是身体，
更包括财富安稳。晚年体面需建立在资产安全之上，因此要懂规则，善用法律，不让善良成为被人阻碍的借口。同时警惕过于热情推销复杂理财产品的经理。许多年金、投资保险流动性差，提前动用困难，等同资金封锁。签署前务必请家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审阅，勿在热情攻势下仓促决定。资产平安是晚年最大的福气，我们需要智慧，也要心态沉稳。在充满规则的社会里，华人更应团结互助，互相提醒。希望大家能手握底气，活得从容体面。欢迎订阅健康之道，及时获取资产保全、税务规划等深度解析。也请在评论区留下平安，彼此守望，共守财富尊严。若有具体问题，欢迎留言，老蔡将继续为大家探讨。活得明白，财富常青。我是老蔡，下期再见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财富稳固，岁岁平安。